当地时间9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爆发激烈交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匈牙利就俄乌冲突中的立场等问题指责匈牙利。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当场回击，称西方国家太虚伪。Instead of looking for alternative sources, in particular, one member state just looked for alternative ways to buy fossil fuels from Russia. Russia has proven time and again it is simply not a reliable supplier. There can be no more excuses. 对此，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反驳称，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说一套做一套，通过第三方国家暗地里购买大量的俄罗斯石油。冯德莱恩对匈牙利的指责太虚伪。A nyugati országok önök a háború kitörése óta 8,5 milliárd dollár értékben vásároltak török vagy indiai finomítókból valójában orosz olajat, és bennünket kritizálnak. 8,5 milliárdért. Ez hipokrácia. 欧尔班还指出，欧盟需要改变，因为它正面临最严峻时期。他表示，欧盟对俄乌军事冲突的反应计划不周、执行不力，而且对这场冲突采取了错误的策略。欧盟应该重新恢复与俄罗斯的沟通。10月4号，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仲裁草案，计划对中国产电动汽车最高征收35.3%的反补贴税。新华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近期中国和美国、欧盟均就电动汽车等贸易问题进行了密集沟通。欧洲方面的措施将在本月底正式生效，中欧工作团队仍将继续磋商，双方能否谈出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呢？欧盟日前通过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7%至35.3%反补贴税的仲裁草案，加上欧洲原本对乘用车收取的10%进口关税，如果措施最终生效，中国产电动汽车将面临最高45.3%的超高关税。日前，中欧双方均表示将继续谈判，外界认为前景仍待观察。欧洲方面的诉求主要在价格。消息人士透露，此前中国曾提议欧洲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售价不低于3万欧元，以避免欧盟征收反补贴税，但该提议在1个月前遭到欧盟方面的拒绝。欧方在拒绝时表示，这不仅关系到汽车制造商对中国产电动汽车的定价，还关系到厂商生产电动汽车所获得的所谓补贴。欧洲方面要消除这些补贴带来的影响。不过，欧盟委员会也表示，随着中欧谈判的继续，欧委会准备重新考虑其他价格承诺，包括最低售价和进口配额，但欧委会没有提供定价门槛谈判的细节。消息人士称，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根据汽车的尺寸大小和续航里程，为每家汽车制造商，甚至可能是每款车型单独计算一个最低售价。既然是磋商了，应该最后还是会在价格协议上有一些微调吧，但是个人对这个的期待不是很大，因为我们知道已经都谈了好几轮了，欧方的让步并不是很理想。外界认为，欧盟之所以要建立贸易壁垒，根源在于欧洲车企在新能源赛道上完全无法同中国企业竞争。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电动汽车的平均零售价约为3.2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4.8万元，平均价格不到欧洲产和美国产新能源车的一半。欧洲在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欧洲电车均价比中国电车高115%。当时，中国企业在欧洲提供了235款可供选择的新能源汽车车型，其中181款的售价低于4万欧元，而欧洲的135款可供选择的新能源电车，仅有31款汽车售价低于这个数字。德国大众公司可能将推出价值2万欧元的一款车型，但最早也要等到2025年才会面世。而价格相仿的比亚迪小型车海鸥已经确定将进入欧洲市场。欧盟加征的所谓反补贴税确实会影响到一部分车企。根据测算，至少有17款车型可能面临淘汰出局的风险。以比亚迪汉为例，加征36%的关税后，其在德国市场的售价将从目前的4万欧元，也就是约合31万元人民币，上涨至5.4万欧元，约合41.7万人民币以上，与欧洲本土品牌的价格差距将大幅缩小。不过，根据比亚迪今年9月发布的新款比亚迪汉定价，最低售价为16.58万元，近乎欧洲市场目前定价的一半。
假设加征的关税由比亚迪和消费者共摊，结合当前的产量，比亚迪对欧洲的出口业务仍可实现8.6%的净利润率。实际上，欧洲针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惩罚性关税的举措，并不能阻止中国的产业发展，因为中国的电动车产业供应链非常完备，特别是在占电动汽车制造成本30%的电池上，中国已经实现自给自足，这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能够持续保持价格优势的重要原因。就在中欧密集就关税议题展开磋商之际，欧洲内部反对关税的声音不断。当地时间9号，对加征关税投下反对票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再次批评欧盟，他认为关税措施将适得其反。欧尔班向欧洲议会表示，缺乏规划意味着汽车行业将大出血，支持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决定只会带来更多失业。However, the EU has not incentiv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pply chains. Therefore, EU companies have lost significant market share. And if we look at, if we move towards trade restrictions, and there are such plans, then I think that we will lose even more market share. 值得一提的是，与欧尔班展开激烈辩论的正是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他也是欧洲方面对华展开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的幕后推手之一。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外交部国台办连续发声驳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谋独挑衅是死路一条。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的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将给台湾民众带来灾难。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的讲话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连结，重谈互不隶属、坚持主权等论调，变换花样贩卖台独谬论，再次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立场，暴露其为谋取政治私利、不惜推高台海紧张局势的险恶用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也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谋独挑衅是死路一条。当天，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应询表示，赖清德在讲话中继续鼓吹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编造台独谬论，宣扬分裂主张，煽动两岸敌意对抗。这充分表明，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充斥对抗思维，不断挑衅滋事，蓄意加剧两岸紧张局势，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陈斌华表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同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伟大祖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始终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当前反对台独分裂的斗争不是制度之争，而是统一和分裂的斗争。赖清德处心积虑为分裂国家拼凑依据，强行灌输其台独主张，重谈民主对抗威权的老调，以所谓民主自由为幌子，继续以外谋独，以武谋独，企图将台湾绑上台独战车。其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将给台湾民众带来灾难。陈斌华强调，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有信心和能力为人类和平和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不管赖清德讲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与现状。我们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涉图谋，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